金砖五国的称呼从何而来？为何如今会变为一金四砖？金砖国家的繁荣是否真的结束了？其实，金砖五国之前是金砖四国，而这一称呼要追溯到21世纪初期。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了金砖四国这一概念。来自这4个国家的英文国名开头字母所组成的词 BRIC 分别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为其发音同英文的砖块一词十分相似，金砖四国的称呼也就由此普及开来。而吉姆·奥尼尔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推断出来的，其认为21世纪开始，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世界的运作方式已经改变。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运作方式在未来势必会转型，美国的中心地位也会在时代的进步中逐渐弱化。到2050年，世界的经济格局将重新洗牌，金砖四国将超越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日本一起跻身全球新的6大经济体。为此，高盛公司还在2003年写了一篇名为《金砖四国之梦：通向2050年之路》的文章。文章中分析到，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已经或者正在改变自己的政治格局，以适应全球资本主义。其还预测，中国和印度将分别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制成品和服务提供者，其中中国盛产稀土，而巴西和俄罗斯相应的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原材料提供者，并且金砖四国在未来将有着更加广泛的合作，组成强大的经济团体。早在冷战结束时或更早时期，组成金砖四国的各国政府就开始了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使他们进入世界经济。为了竞争，这些国家曾同时强调了教育、引进外资、国内消费和国内产业的发展。研究认为，印度有潜力成为在未来的30至50年里金砖四国中发展最快的国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印度和巴西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将晚于俄罗斯和中国。继其最初的2004年金砖四国研究报告后，高盛世界经济小组又发布了后续报告。这份新的报告将分析结果更推进了一步，并着重聚焦在这4国经济的发展将给世界市场带来的影响。报告估计，金砖四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份额将从2003年的20%增长到2025年的40%。同时，他们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从2004年的大约10%增至2025年的超过20%。而且在2005年到2015年间，这些国家将有超过8亿的人跨过$3000的年收入门槛。据计算，在2025年，这些国家将约有2亿人的年收入，超过$15000。因此，市场需求的大回升将不仅仅影响必需品，也会影响到价格较高的品牌产品。当然，这只是高盛公司的个人预测，离2050年还有30年的时间。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30年的时间，国际局势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世纪，你还可以预测未来30年的世界走向，但在如今发展速度之快，谁都不敢妄下结论，30年甚至可以改变一切。2006年，经俄罗斯的倡议，金砖四国于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首次金砖国家的外长会晤。这次的会晤也开启了金砖国家的合作序幕。3年后，2009年，金砖四国的领导人们就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领导人首次会晤，金砖四国的合作也正式开启。然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金砖四国就改成了金砖五国。就像前面说到的，如今时代发展速度，谁也没办法妄下定论。2010年12月23号，中国外交部长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通电话时表示，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合作机制，合称为金砖五国。从2010年开始，金砖国家都会进行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大致都是根据当前国际形势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或如何加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为5国都带来益处。像未来发展目标、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能源危机、粮食安全问题等等问题都进行过探讨，并且5国拍板呼吁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希望其能够正确反映世界经济的新变化。
但是近年来一直有传言称金砖五国已经不复存在，繁荣时期也已经过去，金砖五国20余年来也变为了一金四砖。当年提出这一概念的经济师吉姆也称，目前名副其实的只有中国。那么近年来金砖五国的发展到底如何呢？是不是真的如传言所说？首先，目前全球的经济中心依然是美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到如今的美元与石油绑定，可以说只要美国的军事实力依然是世界第一，美国就不会放弃全球美元化。美国在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还是不可撼动的，这是美国发展的关键。并且自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美国的经济制度一改再改，如今也已经是一个完善的体制。但随着美国近年来的大量印钞，加之美国内部经济危机，去美元化的势头已经逐渐高涨。未来30年，国际经济中心是否会发生改变就不好说了。可能美国也没有100%的信心，正在着急上火的想办法应对未来危机。而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从全球角度来看，能称得上中上水平。但如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还是算穷国了。这里的穷只是单方面指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其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不容小觑的。但俄罗斯也只限于有军工产业的强劲实力，在其他方面，例如轻工业、制造业、计算机、高新技术方面，都难看到在其中短期内会有很大进展的痕迹。如果俄罗斯依然头重脚轻的发展，想恢复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至少20年内是无望了。同时，前几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以及其后来所引发的一连串政治风波，而导致的受到西方国家制裁，也是对俄罗斯经济一个不小的创伤，现在都还在养伤呢。相对而言，印度经济成为了近年来全球成长最快的新型经济体之一。按照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已经成为了世界第6大经济体。但印度国内政策有着相当大的问题，贫富差距极大。印度有30%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同时粮食安全问题十分严重，有超过3.6亿的印度人民依然在饥饿的海洋里徘徊挣扎。可以说，为了 GDP， 这些问题常年累积，早晚有一天会爆发，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金砖5国当中，可能只有南非和中国还在稳定的发展，但南非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每年的经济都有增长，但增长十分缓慢，势头乏力，并且前景暗淡。而中国与这些国家截然相反，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在全球受疫情影响、经济萎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势头凶猛。2021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前3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9.8%， 持续稳健复苏。4国经济的滞后也导致了金砖5国变为了一金四砖。但不可否认的是，金砖5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30年国际环境如何变化，就交给时间来决定吧。